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在胡迪尼21当中制作3渲2，也就是卡通渲染的一个小教程。这是我最后完成的一个小动效，然后它是一个循环的。这个小动画呢，我是看了 Instagram 上，就是这位博主的一个小动画，然后我想着能否在胡迪尼当中去复现一下，然后我就在那个 YouTube 上看到了 Rohan 这位博主分享的这个小教程，然后他是通过在COP 当中去达到这样一个卡炫的一个效果，然后我就去试着去复现了一下。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动画的话，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布料模拟。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外面这一层，或者说最里面这一层，其他的几层我们可以通过复制，达到一个程序化的一个效果。最开始我想着，它既然是沿着这个圆环这样带动的一个趋势，那么我就直接通过这个圆环生成这个布料来做，也就是一开始我是这样做的，通过一个圆环，然后选出了四个 box， 将它们切掉，挤出，得到一个布料。但是这个布料它是没有一个横截面的，我使用一个布尔的方式得到了它的一个分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再去固定让它去参与模拟。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眼，这样得到一个渲染，它是有一个力的牵扯，它不会那种很自然的下垂往上运动。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布料原始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又把上端固定了，所以它的布料就没法，就即使你没有给任何的力，就给了一个重力嘛，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个不自然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只能够将这种平面的一个布料克隆到这个圆柱体上，再去进行模拟。我们来看一眼，还是同样的，我们给了一个 circle， 同时将它copy 几段，这里是5段，然后通过360度除以这个数值，将它们平均在一个圆上平均的分成5段，360度，得到一个点组。然后这边的话是，先不管这个，我们先来看左边。左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这个布料的大小是一个3×7米，同时给了一个 mask 属性。不过这个 mask 属性，后期没有用到，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我们这样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 orient along curve， 它即使是朝着Z轴方向嘛，然后这边它是没有任何的属性，它是克隆的话，它的方向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N 属性跟 up 属性。同时我们看一下，如果你不旋转的话，它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以我们需要旋转个90度，得到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这个 circle 就是我们的一个中间的这个圆柱。你看圆柱的话，也就是选中这个节点之后，按住 Ctrl+Alt+Shift， 然后左键拖拽，得到一个完全引用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这个节点修改任何的数据，这个节点也会跟着修改，得到一个 circle。
将这个 circle 通过 sweep 给予一个这个 UV， 这个 UV 其实我们在卡炫里面没有用到，然后给了一个圆柱圆管，变成一个圆管，继续往下，通过这个 adjust float 选中 bounding box， 得到一个 mask 属性，也就是最底面的这个面得到一个 mask 等于1的一个属性。我们通过这个点组选出这个点，然后推送到面组。这个面组是我们后面用到这个 attach， 也就是你看这个 group 4作为它的一个碰撞物的一个固定的点组，与这个左边，我们看一下这个 mask 20，这个 mask 20选中也是选中最上面的这个面，通过这个 group 得到最上面的这个点，这个组是选中所有的面，将 attach 就是选中布料的最上面的这些点与碰撞物下面的这些点，下面的这些面作为一个绑定，或者说将它们固定在上面。同时这边的话是稍微的往上挪了一点，你看它是稍微的往上挪了一点，这个圆柱，这个 transform 是给它一个碰撞体的一个运动。我们看一眼，就是 K 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针，然后左边的布料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 vellum cloth， 修改了一下它的 bend stiffness。这个数值它是根据你模拟的一个状态，我们去做调整的。像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布料的一个大小是单个的布料大小大概是5乘以7，是吧？不对，应该是这个地方3乘以7。它默认的这个数值是比较小的，所以它在模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眼，试着看一眼。我们使用默认的这个 volume close， 我们看一眼，它这个数值是 0.0001。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模拟的话，你看这个布料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你看这个时候，首先它在一开始在没有往下走的时候，这个状态其实这个布料的状态就比较软，然后在碰撞到地面之后，这个布料其实就已经出问题了，就它呈现这样一个聚拢，然后很不自然的一个状态。基于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到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如果使用的经验多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可能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布料的一个 bend stiffness 太低了，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去提高100倍。我们再看一下，首先它的布料就没有这么软了，下垂的状态，然后往下走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自然，它又不会因为太软而让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方格它会纠结到一起，所以这个也是根据我们模拟的一个状态去做调整的。推一下，然后这边的话，这边因为是最右边，我看的是最右边是一个最外面的一个布料状态，所以我们根据我们这个最后的动画，我们可以看到最外面的这个布料它是最后运动的，
所以我在做完这个 K 帧之后，它出问题了，右边不变了。它做了一个 time shift 的一个帧数的一个偏移，也就是最外面的这个布料，我们是最后运动的。我们每个布料的一个偏移帧是5帧，最里面的这个布料它是不做偏移，所以这个地方 offset 是0，然后每一个向外偏移加5帧加5帧，在这最外层就是3帧，因为我们想要最后直接复制过来嘛，直接复制过来再复制3个都是一个程序化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每一个就在这一层，我们如果是使用最外层去做设置的话，我们让这个相关的参数要有一个关联性，是吧？所以我们看一下，从上面来看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克隆的这个矩形，这个正方体，它是与这个 circle 有一个关联关系，它是乘以了这个数值，然后给了一个1.28，包括这个 Z 轴的也有一个关联关系。这个关联关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做这外层布料的设置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数值是没有关联的，它是一个常量，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得到一个 3.2 跟 0.21， 然后我们强行通过这个 2.5 与 3.2 形成一个关联关系，比如说就是个 2.5 乘以 1.28 就得到了 3.2， 实际上我们本身原始设置就是 1.2， 这 3.2， 然后这边也是 1.21， 通过这个也是通过这个 2.5 得到了这个 0.21， 你看乘以 0.21除以 2.5 嘛，所以就是得到了 1.21， 强行产生一个关联，所以我们复制过来，我们从这边这一整个我们复制过来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关联关系，你看我们只需要修改这个数值，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让只要这个数值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数值相应的有一个比例的变化，对吧？所以我们再让这个数值跟这个数值有一个关联，看一下，然后我乘以了一个这个 label 就是我们乘以的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这个一个 float 一个浮点，我们乘以 0.76， 也就是在 3.2 的基础上这个 2.5 的基础上复制过来嘛，把这个 copy 这个数值复制过来，比如说我演示一遍，复制过来，现在有一个 2.5， 然后我也给一个设置一个浮点数值乘以这个浮点值乘以 0.77， 看这个 circle 我们把它复制这个数值不重要，我们主要看这个数值，你看它就有一个关联 2.5 变成 1.29， 然后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看这儿的话，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圆太小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放大，所以当这个地方有关联关系之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关联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在这边设置好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一坨这一圈再复制一次的时候，复制在里面一层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这个数值，也就是这个浮点数，我们再乘以一个 0.76， 也就是我们会成倍数的，你看再往里面缩。当然了，你还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值不是很合适，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修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设置第一组的时候，就很重要的需要让它们的数值之间有一个关联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布料，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关联关系的。这个布料这一块，在这个原始的基础上乘以了一个派除以 2.6，
这个派是因为我们要计算这个圆周的周长，然后得到一个2.6，包括这边，你看这边，看一眼啊，这个数值因为变小了嘛，在复制过来的时候，这个数值变小了，它就同样影响到这个数值，你看这个数值也会相应的一个减小，对吧？再复制过来的时候又会减小，又会减小。实际上我只调整了这个浮点数，包括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关联。你看，它就形成了一个程序化。一个一个变小，一个一个变小。然后当我们得到这个，把这4个复制成4个之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label 调整相应的一个比例数值，得到我们一个想要的一个数值。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个现在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布料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布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穿插。比如说这个布料太大太小，太大太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后面乘一个0.9或者乘一个1.1做一个放大缩小，对吧？得到这个数值之后，然后我们不是动画有一个偏移量吗？对吧？偏移量中间的最快，外面的相应的偏移5帧，所以我们最小的是没有一个偏移量，对吧？然后第二个，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偏移5帧 ，offset， 在这个设置动画的地方偏移5帧，然后第3层偏移10帧，最外一层偏移15帧，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偏移的一个动画。你看，这就是动画的一个基本设置。SOP 的一个基本设置，设置完之后，我们通过 volume pack merge 到一起，最后再 unpack 出来。同时，这个我们这边做了底座，你看一下，这边底下有2个底座，这个底座的话就是2个 box， 2个 box。它们通过 match size 对齐，上面这个 box 的最底面跟底下这个 box 的最上面是100%一个贴合的，通过这个 match size， 你看这个数值的一个调整。同时我们拉进来，通过将这几个与这个圆柱都做一个碰撞题。这时候我们得到所有的 SOP 设置，上面已经一一绑定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模拟的过程。然后模拟的话，因为我们前面它有一个收缩的过程，所以我们给了一个50帧的一个缓冲，从50帧之后它开始做运动。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个循环动画，是吧？需要做一个循环动画。我们让我们这个模拟实际上模拟到370帧，也就是我们整个动画是有320帧，然后我们设置的是30帧每秒。从第50帧，也就是我们这个动画的最后，看一下370。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做一个 K 帧，从345，这个 blend 从345到370有0到1的一个变化，对齐的是第50帧，因为我们50帧是作为第1帧嘛。然后我们最后得到了一个从第1帧到320帧的一个循环动画。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可以无缝衔接。然后给了一个 subdivision， 这个没有给厚度，因为我们3:2的话，这个地方其实厚度效果的话
没有单层的一个效果好。再给了一个平滑，这就是我们一个模拟的一个最后效果。这个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之前讲到过的，通过这个节点让他们队列参与任务排队渲染。我们设置好这些之后，我们把需要渲染的这个物体赋予一个 name。这个地方我们做完之后，它有4个 clause 的一个组，我们将这个组通过 name 变成名称，就是你看4个组，布料1、2、3、4。这边的话是原著，也给了一个名称。注意，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偏移，跟这个形成一个绑定，从第50帧开始嘛，所以有个偏移。这2个是固定的，所以没有关系。然后这个有一个名称嘛，它是都叫 tube。底座的话，一个是 top， 一个是 bottom。我们把这些设置做完之后，我们设置一个叫 Knob Network， 让我们进去之后，通过 SOP Input 把刚刚设置 name 的这些紫色的这些 none 引入进来。你看，这个就是布料，这个是圆管，底座。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设置了一个摄像机嘛，我们看一眼。摄像机的话，我希望它对着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旋转，同时直接在这个 Knob Network 里面给了一个地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地面，然后同时也赋予了它一个 name。然后 Material Library， 我们看一下，我们根据它们的一个 name 值，赋予了就是 Comma Material Builder。我们赋予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根据它 name 赋予同样的命名，所以得到了这样8个材质。这个材质里面我没有做任何的修改，我为什么这样要同样的命名呢？就是我们命名完之后，我们通过这个 assign material， 我通过这个东西，然后写了一个vex， 这个地方直接选中所有的 mesh，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一些点呀或者 pyro 之类的，所以你直接就选这个 mesh primitives， 然后写了一个函数。这函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代码，你看它这个地方第一行就是引用的就是材质的路径的母路径，也就是这个 materials， 加上这个加上什么？加上这个 mesh 的，把它分开，通过这个分隔符得到几个部分。你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就得到了 import 下划线 bot 和 bot， 然后负1，也就是取最后一个元素，也就是我们得到这2个元素的最后一个元素就是 bot， 所以它读取到了这个 material， 也就是这个 material -bot， 也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通过这个识别这个 name， 它就会一一对应，因为它们的名称是相同的嘛，材质名称跟这个 mesh 的名称是相同的，所以它就会自动赋予所有的材质，上所有的材质。然后给了一个 distant night， 做了一点点的，我们看一眼
直接在这儿看，给了一个旋转啊，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这个是灯光的一个阴影，这个值越大，这个灯光啊，这个阴影的边界线就越 soft， 越软，它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一个3:2的这个效果。这是我最开始做的这个动画，它是没有做阴影的，但实际上是有阴影的，就是我没有搞进去。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怎么弄进去。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之前的一个值0.8，对吧？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参数把它修改一下，因为我们3:2其实用到的这些reflection 啊这些值是很低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降低。降低之后，我们渲染的话会快一点。这个所有的这些小技巧，其实都是我开始看这个博主里面学到的。把这些，你看这个其实也不需要，这运动模糊跟这个景深不需要，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设置。设置完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图层 AOV 给它设置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影响到我们在 Component 里面去做一个3:2的一个设置。一个是它的 Beauty， 也就是我们这的 C， 然后这个 Shadow 我们是没用到吧？然后 Diffuse 选择这个 Combined Diffuse， 然后这个反射跟高光也是 Combined。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Cryptomatte Material、Cryptomatte Object。其实这里面，因为我们的材质跟名称是一样，所以你可能你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因为它们是一对应的。这个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深度、法线以及这个 Face Ratio 也是没有用到。你也可以用，就是它也有可以达到其他的效果。我们把这些设置完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这是 C， 也就是我们的 Beauty 的一个合起来的一个效果，是 Shadow， 然后 Diffuse 高光，深度，这个深度表现是其实就是一个黑白，因为它没有一个景深嘛。法线是吧？这个它是根据材质做了一个分层，是吧？这几个后面这个是用不到的。然后我们先在这时候建一个 Cop Network， 让我们进来。进来之后，我们选择 Snap Combine Block， 得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 Add AOVs from Last Render 我们点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平面啊，我们选择前 Front， 也就是 Alt 加空格加3，选中这个。注意它这个的一个状态跟这外面的一个镜头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比如说我是设置了一个摄像机，但如果我是这样一个角度的话，我们进来看，它也是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在 Object 外面的时候，尽量设置好最终的一个渲染相机，然后把它选中这个相机，再进来，点之后就得到所有的一个图层。这个 Depth 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输出的话也就是连到一个 C 嘛。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做一个3选2，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个图层，就每一个模块给它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之后，得到它的一个阴影效果，通过对这个阴影效果上色，最后将它们合到一起，也就是我们的一个3选2，就是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比起那个 Blender 来说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得到一个阴影效果呢，就是通过这个 diffuse， 把它选出来 ，diffuse 也就是这个是 diffuse。这个 COP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对图层处理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其实是对黑白嘛，现在是一个黑白灰的一个状态，我们是对黑白灰进行一个处理，最后再做上色。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得到的，我们注意观察这个示例啊，它写的是 RGB， 这个图层是一个3通道的，我们需要将它变成一个单通道的再去做处理。最后我们再把这个单通道变成 RGB 输出，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叫 RGB to mono， 也就是把单通道3通道变成一个单通道。你看 mono 就是一个单通道，它这个颜色就是一个浅蓝色。这个 diffuse， 然后我们对它做一个remap， 做一个映射，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就出来了。你看，我们得到了一个通过 diffuse 得到一个阴影的一个映射效果，可以随时做调整，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阴影这个界限非常分明的一个阴影，我们可以将这个值拉的尽量的接近，对吧？当然，我们想让这个阴影的效果有比较多的层次，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直接拉层次，它就有一个层次效果，对吧？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其他的，你比如说 C 也是，我们可以给一个 C。注意，你看它这个地方也写的是 RGBA，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RGBA，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阿尔法。注意看，你看，然后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颜色的显示它是有点不对的，因为我是在默认设置了一个。在那个环境里面设置它的色彩，它会默认选择 Axis， 这个读的是 Redshift 那个文件配置文件，所以我们选择 On Map， 它这个黑白就是一个纯黑纯白，包括外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调整一下。这个的设置我在甜甜圈那个初级课程那个公开课里面讲到过怎么去设置，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的一个阿尔法选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外层这层布料去设置它的一个颜色，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选出来 ，Crypt Matte。这是使用一个新节点叫 Crypt Matte， 我们要选中这个材质，这个材质怎么选中呢？我们选中这儿，选中这个 Close 1之后 ，Ctrl 加 C 复制，我们再进来，将它复制到这个位置，这个布料的蒙版就被我们选中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使用一个 multiply， 我们相乘，它就把这个阴影选出来了，对吧？我们如果要上色呢，我们直接使用 mono to RGB， 就是将这个单通道变成一个RGB 3通道。我们给一个颜色，比如说给一个橙色，对吧？你看，注意看，我们看外面阴影的部分嘛，黑一点，对吧？黑一点，所以它灰一点。然后这个高亮的部分就亮一点，是吧？看这个地方，高亮的地方亮一点。然后我们就对这个上色了。然后如果我们是要对这个环呢，就是顶端的这个圆柱做处理呢，我们还是同样的办法，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地方我们选名字叫做 Tube，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然后给予一个其他的颜色。我们直接将相加，但是这个时候相加是有点问题的。你看，比如说直接相加的话，它颜色因为3通道嘛叠加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乘以它的一个蒙版。这个地方也是乘以它的一个蒙版，然后我们再直接叠加，对吧？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当然，其实这个地方，对我们都是这样，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然后每一层单独分离出来，然后单独上色，最后再合到一起。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需要给这个，我们看一下，需要给这个每一个图层需要给一个轮廓边，对吧？这个轮廓边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通过一个深度通道，我们看一下，深度通道，通过这个 edge detect by depth， 它根据这个深度得到了一个提取它的一个边缘线，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是看一眼，得到一个边缘线。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排除掉这个地面，所以我们把这个除开地面的所有的这个蒙版给它选出来。注意它的一个分隔的方式不是空格，是逗号。选出来之后，连接到这个 thickness。这个 delete road 就是对这个我们对这个蒙版做一个缩边或者扩边。然后这是提取到了它的外部的一个边缘线，对吧？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normal 这个图层提取它的一个内部边缘线，也是 edge detect， 但是它是 by normal 识别这个 normal 图层，然后也是对它进行一个缩边扩边的一个处理，这里进行了一个缩边，然后我们通过一个 maximum 一个最大值
提取到这个整个这个布料呀，这个图层除开地面的它的外边跟内边，同时我们再做一个 remap。我们看一下，这就是提取到这个图层的一个外边，然后里面的上色也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对吧？通过一个 C 图层，这个是我刚刚讲到的，通过一个 diffuse 转成单通道，然后 remap 得到它的一个阴影关系。这个地方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它这个地面是没有无限延伸到这个镜头外的，所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multiply 乘以它的一个 c， 不是乘以 c， 乘以这个 ramp， 就乘以这个 ramp， 我们乘以这个 ramp， 把它变成一个白色，但是你必须要引用到这个 c 的一个尺寸。就是但凡是这种引用尺寸，包括外面导件的贴图，它都有一个 size reference。我们注意这个地方一定是要连到这个 C， 也就是 beauty 层。当它也就是一个纯白的效果与这个阴影关系相乘，它就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阴影。然后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啊，这个 mask 是提取的通过 beauty 层提取的一个阿尔法，然后进行一个缩边的一个处理得到的。这时候我们通过得到这个阴影关系之后，给予了一个噪波，也就是我们说的美式半调 half tone 这个效果，它是通过乘以这个 fracture noise， 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 element size 以及它的一些强度值。然后我们外面的这片暂时是不需要的，所以乘以的是一个蒙版，这个蒙版也就是我们通过前面计算出来的一个蒙版。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是自带的一个 noise，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外部的贴图。你比如说这个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美式半调的一个波谱风格。我们从外面引入到这个贴图之后，需要 resample 一下。你看，这同样的，它有一个 size reference， 我们这个地方连接到 C， 然后变成单通道，使用 transform RD 对它的尺寸做一个修改，然后我们直接乘过来，你看它就有这样一个效果，对吧？美式半调。然后这个我暂时还是用开始的这个噪波值。我们得到这个是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图层的一个边缘值。我们将这个边缘值与我们得到了这个上了噪波的一个阴影相乘。不对，这个是外边使用它的蒙版提取这一块提取控制的就是 tube， 这个是外边缘提取外边缘，然后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将这个带有噪点的这个阴影，通过它的蒙版乘以这个 ramp， 得到一个原始的黑白的一个内部，将这二者分别上色。你看，这个是外边缘上色，这个是内
那里面上色，将它们相叠加，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圆柱。然后底下同样的是吧，选出这个第一层布料外边缘，里面上色叠加相乘或者叠加都可以，因为它们的黑白关系是白色的部分嘛，你看它是颜色叠加跟相乘是一样的，因为白色的部分一乘一还是得1嘛，然后其他的部分是不叠加的，所以它这个其实加跟乘效果是不会差太多。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不一样呢？我看一眼啊。哦，都是相乘，我看错了。这关系是这边的关系是相乘，注意是相乘，不是叠加，相乘，因为1加1大于2了，相乘，然后将二者再次相乘，底下是第二层布料，同样的处理办法，相乘一个蓝色，这个是第3层，一个橙红色，第4层一个暗红色，然后将这每一个都是相乘起来，就得到4层布料。同样的，这个是底座，使用的不同的颜色，相乘，乘进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对，比如说我们得到一个大致这样的效果，我们想看一下其他的针是一个什么效果，我们要回到这个 Knob Network， 在这个位置点击一下，选中我们刚设置好的 N1，它这时候可能不起效果，要等一下。这是这个是 N2， 这个是 N2。比如我们刚刚是在这个位置，对吧？N 的2，你看，我们想看一下其他的针，我们直接，比如说选中这一针，然后再进来，我们再做调整。当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效果之后，我们需要首先是这个外面这个白色的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个调色，以及需要对它做一个添加一点点噪波值，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Crypt Matte 把它单独区分出来，然后反向这个 Crypt Matte 得到这个白色部分的一个蒙版，对这个蒙版进行一个上色，同时将前面做好的这个 Fracture Noise 给它相乘进来，最后使用一个 Add 将它们叠加，对吧？完了之后呢，我们刚刚之前讲的，它不是没有阴影吗？没有阴影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地面那一部分选出来。你看，这是蒙版嘛？我们把这个地板提取出来，缩边处理，乘以我们之前就是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噪波的阴影，加了噪波的阴影。这个东西没加，我们当时乘的是没加噪波的阴影，然后地面的阴影就提取出来了。提取出来之后，上色，相乘，你看，就得到了最后的一个效果。它这个地方是在 COP 里面，它是看不到它一个动画的，所以我们需要到 Knob Network 去查看。整体而言的话，这个操作方法确实是
比较复杂，尤其是如果你这个画面里面内容比较多的话，是挺麻烦的。当你把这一切的设置完了之后，你要怎么输出呢？就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没办法输出我们直接看到的效果。我们需要在这个惯常的输出这个地方设置好输出帧，然后注意我们还是使用 EXR 的格式。输出完了之后，我们得到，看一下，我们得到这个 EXR 文件。这个 EXR 文件里面包含我们刚刚需要参与设置的所有图层，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 File， 将这个刚刚输出的这个文件点击引入进来。引入进来之后，同样的也是点击一下这个 AOV from Files， 它就会读取到所有的图层。同时，我们刚刚把设置好的这一块 copy 一下，不要选中这个 block end 跟这个前面的这两个部分，就是中间这个设置好的这些部分，复制过来，然后粘贴，一个一个对应的连上我们刚刚这些主图层。最后，你看，这个就是我输出完的一个图层，它就会有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在我们输出这个复合 AOV 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另外再做调整。比如说，我们对这个颜色不满意，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后期来做调整的。也比如说，你看，都是可以做调整的，对吧？最后，我们通过这个 wrap image out 将这个拖进来，设置好我们的输出路径，点击一下输出，render to disk， 就得到了我们的一个设置好的这个效果的一个图层。当然，设置好之后，它这个颜色的色彩图层可能是不对的。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演示一下。我们进一下 Nuke。我们进入 Nuke 之后，把刚刚输出的这个图层导入进来。你看这个色彩其实跟我们在那个Houdini当中看到的颜色是对不上的。对比一下，你看，就这个色彩空间的原因。所以我们按下 S， 在 Color 这个地方选择 Axis， 就这两个，这三个都可以啊，因为我们是在 On Tone Mapped 这个地方设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色彩就正确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输出 MP4。相对而言，这个方法还是比较麻烦的。虽然它的就是后期空间很高，但是它的如果我们想要设置的图层一多，这个方法其实就比较麻烦。当然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使用卡玛直接输出的话，它的这个渲染速度，即使我们就是即使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工程里面它的内容是很少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图层比较多嘛，所以它其实输出的时间并不慢。我3090的显卡，这个320帧的输出大概花了1个小时。当然了，因为我们是使用后期的办法输出的多通道，所以我们其实使用其他的软件输出同样的多通道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谢谢。